我身后这个屯呢叫做弄温屯，也是他们称的那个天眼村啊。这个地方非常的震撼，它是在山顶的一个凹槽处，所以被称为天眼村啊。整个村子的周围呢都是悬崖峭壁。我们可以看看这边的大山哦，非常的震撼又陡峭。我们从那个路开过来的，然后你看这里盘山公路上来，在这个山的后边这儿绕过来，从这个山梁上把车开过来了，然后车子呢是停到了这里。那么整个这个天眼村呢，它实际上是在这个山顶一个凹槽处，看一下。说实话哈，确实是属于那种资源匮乏的地方。因为整个一个周边都是这种石头山啊，我们看到这个石头山上也没有什么大的树木啊，只有那些缝隙中呢长一点这个绿植出来。那么在这个上边呢，基本上是没有很好的一个土地的，而这个天眼村里面呢也住了好多户人家，是吧？那么他们的生活来源是啥？因为整个这个地方就这么一小个面积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在这个村子里边来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有4、5栋的这个楼房啊，都是2、3层的。在这个天眼的坑底呢，也还不错啊，下面有一些土地，然后那个地方也有一些土地。整个这个村子呢，它是被围在了这个山顶的这个弄里面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天眼村，对吧？我们从空中俯瞰的时候啊，感觉这个地方呢像是一个天坑状，但是实际走进来呢还挺平坦的哈，因为它这个天坑呢是在这个山顶上嘛，所以说整个还比较平坦，而且也比较凉爽，它不像那种特别低洼的那种坑啊，那种天坑的话就比较热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他们这个天坑内部的半山腰修有很多的那个水池，像这个圆形的都是水池。整个这个天坑一圈的这个半山腰呢，都修有很多的水池。你看那个房子后面修了2个，这边这些也有。我看了一下这个天坑内部啊，这种水池有不下10个，那么它这里面呢，总的是好几户人家哈。我看这里的房屋呢有个7、8栋。那么从这个土墙房子来判断呀，这个上边居住的人呢，那可能是不下100年了，因为这种土墙呢，肯定都是100年前的产物啊。那中间有一个小房子，正坐在这个坑底的中间，哇，看着不错。然后他们这里现在还要在这里新建房子，看到了吧？这里正在打地基啊，要在这里新建房屋啊。有很多地方有大面积的土地丢荒都不种，但是你看在这个地方土地资源是非常匮乏的，所以他们在这个边上的这些石旮旯子啊，就一点点位置啊，它都会种玉米，都会种一些粮食。所以你看，所以人生长的环境不同啊，然后大家面临的这个处境也不同。这里是在新建房子是不？就准备在这里建房子。哦。现在养牛。建来养牛。这里有多少家人啊？这里可能还有5、6家吧。5、6家，总的只有5、6家吗？其他的中老房都搬迁了。都搬迁了哈，就是那种盖瓦的都搬迁了。然后楼房的话就没有搬的，自己建的。楼房没有。这多少年了？这里住了到了100多年了。100多年。那你们知道这个祖辈为什么搬到这里来住吗？以前老子中国哪里知道？以前也不知道。那这里也是瑶族了。是啊，瑶族啊。哦。那你们这里的话，就靠在这个地方种地来生活吗？以前的话。对啊，外面也有啊。外面还有地啊。对，外面有地啊，全部砍过来。我看这个山上有好多水池，你们这里是不是严重缺水啊？对，也自己搞的水池。那等于说那个水池搞在那里的话，就是等这个天下雨就存水。对。修这么多个池子，
有没有遇到天干的时候水不够的？如果不下雨了，水不够喝了。怪不得你们这修路应该有10个池子吧？有吧？不止10几个吧。10几个？对。反正一个池子一个池子的用。啊。没有长流水哈，这个上面。没有。应该你们这么多池子的话，应该连续2、3个月晴天的话都不大会缺水哈。那么多的没事的。没事的哈。你看这个就是智慧啊。严重缺水的地方，你靠天水的话，也能把这个水的问题解决。对。当然修那些池子的话，确实花了很多时间，可能。我们刚刚了解了一下哈，他们这里现在有6户人家在这里住，也就是现在建楼房嘛，这几家人呢是有人留守居住的。像这个还是红瓦房这种，这几个红瓦房呢就搬迁过了，没有在这里住了，相当不错啊，这个地方看去。这个公路修通之后啊，简直就是一个画龙点睛之笔啊！然后从这个山梁上的一条公路延伸过来，在这个地方呢形成一个椭圆的结构。我跟他说，就像一个鹅蛋形，或者说大家可以把这个想象成一个蝌蚪形的一个环形路啊，空中看起来特别漂亮，但是我们在地上的话就看不清楚啊。人啊，其实生活的这个环境越艰难呢，其实人们的这个干劲精神就越强。你看这个地方，他们本来是严重缺水的一个天坑，对吧？但是看到这些房子的周围遍布着10多个水池，到现在呢，他们完全不缺水，也就是你有2、3个月的时间从来都不下雨，他们也不会缺水。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啊，只能咱们去适应环境啊。从2016年通了路之后，这个地方反而是大家特别喜欢来玩的地方。